IT 之家9月18日报道说，身处台湾供应链的数码博主 Edit 手机晶片达人，去年比郭明基等人提前大半年预测苹果 iPhone 14系列芯片采用情况，现在也证实了仅有 iPhone 14 Pro Max 才有 A16 芯片的差异化策略。今年，他表示，目前苹果为明年2023年的 iPhone 15系列处理器准备了4000万颗的 A17 N3E， 可以认定明年的 iPhone 15系列同样也是只有高端型号才会换用新处理器。这位爆料者的准确度在某些方面确实很高，例如全网第一个爆出华为出售荣耀，第一个说华为采购高通芯片等等，但总体上应该还是供应链内部传闻的捕风捉影，具体数据方面全做参考。他之前预测苹果 iPhone 14只有 Pro 系列高端机型才会采用新一代 A16 芯片，而基础版依然是 A15 芯片。苹果首批就向台积电下了1亿颗芯片的订单进行备货，其中 A15 和 A16 各5000万。现有情报显示，苹果新一代 A17 芯片将采用台积电最新的3纳米迭代版本 N3E 工艺进行量产。N3E 是 N3 工艺的改进版本，相比目前 A16 中使用的 N4 工艺有一定提升，但可能没有前几代的提升幅度那样大。台积电 PPT 显示， N3E 对 N5 节点可降低 30%至35%的功耗，或者同功耗实现 15%至 20% 的频率提升。逻辑电路部分密度 1.6x， 其他部分比如缓存和模拟电路可能 1.1x 左右提升。不过后续 N2 比 N3E 提升 10%至15%，功耗再次降低 25%至30%，相对更有看点。对此有网友表示， 5C 因为用旧芯片饱受诟病，销量也不好，于是库克从11开始的芯片和老大哥一样，开始给消费者构建数字款并非廉价机的认知，到13普通版 A15 阉割 GPU 核心的试探，再到今年直接用隔代处理器拉开差距，感觉就是在步步为营，调教消费者。也有人说，其实 Pro 才是标准版，普通版只是放在那里给 Pro 电价的。苹果开始了自 iPhone 8给 X 电价以来的第2电价阶段。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，如果今年14无人问津，库克会不会妥协？明年所有机型换新处理器呢？